欢迎回来。乱港分子判了。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相关法案正式生效第2天，黎智英、李柱铭、何俊仁9人被裁定罪成。与此同时呢，外部干预仍在持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国会提交报告，继续暂停给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强调，香港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源于几代香港市民的打拼，源于背靠祖国的巨大优势，从来不是靠外国恩赐和施舍。香港正全面推进选举制度改革，社会气象为之一新。香港司法机构也在雷霆出击，乱港分子正在为其违法活动付出沉重代价。反中乱港分子黎智英、李柱铭、何俊仁等9人涉及2019年8月18日的流水式集会，被控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及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法官周四裁定黎智英等7名被告2项控罪成立，但案件押后至4月16日听取求情及判刑。法官胡雅文在裁决理由书认为，各被告从新闻报道早已知道当天的游行活动被拒，就算并非所有被告都在游行中发言和给予指示，也不代表他们不是组织者，各被告是共同参与、共同犯罪，罪责相等。同案另外2名被告梁耀忠及欧诺轩较早前已分别承认1项及2项控罪，法庭1日听取2人的求情。该案件2月16日由香港特区区域法院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9名被告中，欧诺轩在法庭上承认2项控罪，梁耀忠只承认其中1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黎智英等其余7名被告在2月16日的庭审上不认罪。案件3月10日继续审理，全部控方证人当日下午作供完毕，法官裁定所有控罪表证成立。4月1日，法官作出裁定。多年来，香港竟然存在这样一种怪现象：黎智英所涉的罪案，无论是各界高度关注的非法占中案，还是轰动全港涉及多名反对派议员的黑金案，要么根本不被起诉，要么拖延很久才起诉。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刑事恐吓记者案尽管表证成立，最终却被裁定罪名不成立，黎智英被当庭释放，以至于港媒形容黎智英仿佛拥有免罪金牌。央视新闻客户端发文表示，这是黎智英去年以来被检控的一系列罪案中第1宗被判罪成，也是这么多年来黎智英第1次被判罪成。随着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随着反中乱港势力分崩离析，随着拨乱反正在香港全面展开，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态得以重建，正气终于压倒邪风，等待黎智英的将是一场场正义的审判，一项项法律的惩处。香港是法治社会，违反法律的行为当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近期法院对这些乱港案件的判罚传递出明确的信息，就是香港的社会一定会维护法治，而且也会珍惜法治。但域外干预香港政治发展的黑手仍在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向国会提交报告，一意孤行，继续暂停给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布林肯还妄称，香港反对派人士被任意拘捕，基于政治因素被起诉，立法会选举压后，司法独立、学术、新闻自由受到打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回应称，美方发表的有关报告罔顾基本事实，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对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无端指责，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并表示坚决反对。华春莹指出，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了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香港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香港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源于几代香港市民的打拼，源于背靠祖国的巨大优势，从来不是什么任何外国恩赐和施舍的。那么美方取消或者威胁取消所谓的特殊的待遇，我想也阻挡不了香港发展繁荣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也阻挡不了香港继续融入祖国、贡献国家、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这样的一种大势。华春莹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停止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为中美关系重返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是制造障碍。美国商务部去年6月29日发布声明，宣布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并将后续进行差别待遇评估。
7月17日，香港美国商会发表声明，认为该做法同样会伤害美国企业在香港的业务。声明称，目前香港有超过1300家美国企业及8.5万名美国公民居住。如果香港失去特殊相关待遇政策，促进地区稳定的目标将更难以实现。香港美国商会还表示，香港对美国产品来说是重要市场，单计2019年，美国对港贸易顺差达260亿美元，是美国所有贸易伙伴中最大的，其中更包括对美国不少地区十分重要的农业及制造业出口。当时西方媒体就认为，美国制裁香港的行为没有实际意义，可能会反过来损害美国利益。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此举仅具有象征意义。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称，对美国来说，完全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美国一直受益于香港的营商环境。美国彭博社称，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美国的利益也会在争端中受损。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基于认为香港的高度自治已经不存在。实际上，我们已经多次强调，无论是在去年国安法出台，还是今年的选举制度改革，都不会改变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我们知道，美国与香港之间有着长期友好的经贸关系。美国这样做不仅是建立在对香港的错误判断之上，而且呢，也会对美在港的公司企业的利益造成损害。舆论注意到，2019年的香港黑豹活动将通识科的问题暴露无遗。最突出的问题在于，通识科不仅未能提升学生独立思考、慎思明辨的能力，反而成为极端言行的策源地，成为一些别有用心教师用以误导甚至是洗脑学生的平台。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周三通过高中4个核心科目的优化方案，当中通识教育科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以香港、国家和当代世界3个主题为核心的内容，仍属必修必考，并会为学生提供前往内地学习机会。教育部副部长宋德民周三表示，建立健全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是培养香港青少年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必然要求，将继续为香港年轻人到内地交流、学习和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和便利，帮助他们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更好实现个人成长成才。香港通识教育会副会长李伟雄表示，赞成新通识科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因为这个名字反映课程内容，学生可以认识内地、香港及世界，成为理性、负责任的公民。此外，内容有强调一国两制的重要性，反映当前的政治社会环境。他还建议设计内地考察有重点，例如一些热门议题，比如中国的5G 技术等。香港培侨中学通识科老师、教联会副主席穆家俊表示，年轻人到内地考察是好事，可以了解国家发展。不过他建议到内地考察要反映在公开考试成绩表上。通识课这次做了比较大的调整，不光是课程的名字改变了，而且从内容来看呢，也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整体而言呢，是有助于增强香港学生呢，这些青年学生对国家的认识和了解。也希望呢，就是通过书本上的这种认识以及实际的考察，能够呢帮助更多的青年学生呢了解国家的宪政体制，了解宪法和基本法，了解就是内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从而呢增强家国情怀。